我和闺蜜都是奇葩，她因摧残别人的精神感到兴奋，而我却喜欢血腥暴力。黄瑶的男朋友是我们第一个实验对象，想要接触到犯罪，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。高启盛喜欢找那些漂亮、性感的下手，黄瑶依照这个特征成功接近高启盛，直到现在我俩被困在这间屋子里。我揽过黄瑶，先别急着生气，先想想怎么出去。黄瑶看起来却不着急，脸上露出一个坏笑，手上多出一把钥匙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的。我感觉2楼有秘密，他从不让我上2楼。黄瑶边说边走到门口，接着用钥匙将门打开。我跟着他出了门，一直走到一个死胡同的角落。突然，黄瑶是按了什么按钮？原本是正常的墙面突然打开一个2人可进的入口，接着迎面而来的是刺鼻的尸臭。我皱着眉用手掩住口鼻，发现20平方米大的地方堆了5、6个尸体，惨不忍睹。这时，黄瑶不知道在哪按了什么按钮，原本四周封闭的空间露出一个可以往上走的暗道。我不禁挑了挑眉，还来不及多想，黄瑶已经拉着我站到了3楼的位置。她直接越过前2个房间，径直走向里面的卧室，一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卧室。黄瑶皱着眉头，显然不相信这只是一间正常的卧室。从门口摸到床边，每一个角落她都恨不得用显微镜放大来看，直到我们确实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物品。黄瑶用手摸了摸侧颈，嘴里低喃道：上一次我还没打开这扇门，他差点把我掐死。我才发现他脖子上的血痕，我看着有些心疼。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我们正准备躲起来，那人突然发出一声轻咳，一个女人的声音。黄瑶按捺不住从门口走出来，女人转身的瞬间，我和黄瑶都呆住了，那双眼睛和黄瑶的有9分相似。你们是姐夫的朋友吗？女孩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神看向我们。黄瑶突然发出一声嗤笑：你姐夫是高启盛？周样点了点头。高启盛什么时候结婚了？黄瑶双手抱胸，看向女孩的眼里满是不爽。没有，姐姐和姐夫已经订婚了，但是姐姐突然去世。周样的声音突然哽咽，我看着眼前这个女孩，突然知道了该如何实施完美犯罪。你的姐姐是被高启盛杀死的。我面无表情地说出这句话。我们是即将被他杀害的第10个和第11个女孩。周样满脸不可置信。不可能，你们在骗我，姐夫不是那样的人。我早料到周样的反应，我示意黄瑶将周样往楼下带。周样见我们停在一面墙处，有些疑惑。不要眨眼哦，我敢保证，接下来的画面绝对会让你永生难忘。黄瑶面露兴奋，她最喜欢看着别人内心疼苦的样子。墙门被打开的瞬间，里面隐隐约约的尸臭味已经透过口罩传入鼻腔，越往里走，里面的味道愈发浓烈，直到黄瑶将最里面的隔间打开。周样苍白着脸蹲在地上干呕，我将她拉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小方帕，轻轻地擦着周样的泪水。小可怜，别哭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想报仇吗？周样的眼神没有一丝光彩，我拿出一个小方盒递给他，说道：这是一种能够让人致幻的药，身上的痛觉也能变成快感，快感消失后，痛觉会以之前的10倍席卷而来。什么药？周样似乎恢复了些理智，和我对视，我勾了勾嘴角。你只负责将这东西让他吃下去。周样接过东西，默默站起身，低着头朝别墅2楼走。黄瑶双手抱胸，盯着周样离开的背影。你为什么要给周样说有这种药啊？你感觉周样像小白花吗？黄瑶一脸疑惑，我浅笑出声：这只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等着吧，今天晚上他们就会动手。不用等了，那个女人好像已经动手了。黄瑶手上拽着刚刚给周样擦脸的小方帕，小贱人居然将迷药下在帕子上。说完，黄瑶就晕了过去。我只感觉眼前的世界有些眩晕，没一会我就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我和黄瑶分别被绑在一个椅子上，之前还娇滴滴的女人在此刻完全变了一个模样。看见我们都醒了，周样伸了伸懒腰：你们可真能睡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帮你啊。黄瑶奋力挣扎，叫得厉害。你姐是高启盛杀的，放开我们！周样或许是受不了，走过来用胶布将黄瑶的嘴堵住。谁说我姐是被高启盛杀的？周样脸上露出一个阴冷的笑。高启盛那么爱我姐，怎么可能杀我姐？我皱了皱眉道：是你，楼下那些人也都是你杀的。周样用手按在我的嘴唇上，话不能乱说，我可没杀那些女人，都是高启盛杀的，我只是对他们做了一些小手术。周样从一旁拿出一个匣子，匣子打开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针线。那些女人的下体都是你缝的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他们总是勾引阿胜，我只好将他们的下件东西缝起来。说完，周样又走到黄瑶面前。高启盛带回来的女人从来不会活过1个月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1个月过去了你还没死吗？因为他舍不得。周样摸着黄瑶的脸，你长得像我姐姐，他舍不得杀了你。周样的手顺着黄瑶的脸颊往后游走，手彻底深入黄瑶的发丝后用力一把。你这张脸真让我不爽。周样蹙着眉头，明明和姐姐最像的人是我，
可是高启盛却看上了你，接着一巴掌打在了黄瑶的脸上。要不要试试你们给我的药呢？说着就准备打开盒子。这时我暗中和黄瑶对视一眼，我看准时机，腰背发力，整个身体连带着背后绑着的椅子往后一甩，周样被撞击到地上，瞳孔涣散，想要爬起来，却被黄瑶猛踹一脚。我和黄瑶背靠背，将对方的绳子解开。安静的房间里响起清脆的巴掌声。黄瑶蹲在地上拽着周样的头发，我将黄瑶拉开，将面前的人用绳子绑起来。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是高启盛，他带回来一个极性感的女人。